阅读的目标有两种，一种是吸收资讯，另一种是增进理解。吸收资讯的阅读是读完知道了几个名词、有趣的故事或数据，它们都在你的理解能力范围之内，但这类信息只是暂时停留在大脑的临时缓存区里，可能过几个月就忘了。增进理解的阅读是在读完之后有所启发，对某个领域的认知跃迁了，看问题的角度变了，分析事情的逻辑升级了，这是在给大脑做硬件升级，效果是长久的。大多数人读书一直停留在吸收资讯，却以为自己在增进理解。今天我们就用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加上如何阅读一本书的核心方法，让一本书真正成为你思维升级的工具，把别人的思想变成自己随时都能调用的见识。认知心理学家克雷克和洛克哈特通过一项研究提出了加工深度理论。大脑对信息的记忆与内化，不是你盯着它看了多久，而是取决于你是否真正动脑进行了深层次的加工。为了验证这一点，克雷克等人做了一项记忆单词的对比实验。A 组只是浅层的看单词， B 组使用思考词义和逻辑关系的深层加工。结果 A 组的记忆识别率只有 15%， 而 B 组的识别率高达 81%。同样的时间投入，效果相差了5倍多。所以读书的关键不是更努力的死记硬背，而是在眼睛看书的时候，让大脑真正参与思考，尽量去看一些超出自己理解能力的书，读起来有一点似懂非懂的感觉，才可能在进步。要做到深层加工，把一本有价值的书真正吃透，我们需要掌握检视阅读和分析阅读。先说检视阅读，就是用最短的时间搞清楚一本书到底在讲什么。我们大脑的工作记忆容量非常有限，一次只能处理4个左右的信息块，在不知道整本书要干什么的情况下，就拿起来从第1页开始逐字逐句的读，大脑很快就会超载，结果读不到1/3就读不下去了，或者硬着头皮读完，最后还是不知道自己都读了些什么。真正会读书的人会在开读之前先做一次检视阅读，这在认知科学里叫搭建认知脚手架，或者叫先行组织者。心理学家奥苏贝尔研究发现，在正式学习之前，先建立一个大框架，大脑就会预先搭建好认知挂钩，后面读到零散的观点、数据和案例，大脑才能有条不紊地挂在对应的位置上，吸收具体内容的效率和记忆时间都会大幅提升。具体怎么做呢？先看书名和序言。书名往往是一本书核心主题的浓缩，序言会告诉你作者为什么写这本书，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研究目录，目录是一本书的骨架，是作者思维结构的外化。花5分钟认真看看目录，你就能知道这本书的整体结构是怎样的，哪些章节是重点，对这本书的整体逻辑框架就有了初步的认知地图。接着快速浏览关键章节，挑选几个看起来跟主题最相关的章节快速浏览，略读一下案例，最后随机翻开几页读上几段，感受一下作者的文风和论述方式。我喜欢翻到最后一章或者每章的结语。很多实用类和理论类的书，作者都会在最后一章把自己的核心推论和研究结论端出来。比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最后一章明确给出了全书的核心要点，自然选择是物种变异的最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先看懂了终点的答案，再带着好奇心倒回来看正文，就会主动去琢磨它是通过哪些证据一步步证明这个结论的。整个过程只需要半个多小时，就对一本书有了一个清晰的全景图，知道了它的主题是什么，结构是什么，风格如何，甚至已经判断出这本书值不值得花时间精读。检视完之后，认为这是一本值得花心思去读的好书，就要进入分析阅读。要做好分析阅读，就一定要学会发问，并且要问对问题。带着以下4个核心问题去读书，你就从被动的读者变成一个主动的思考者。第一个问题，这本书的核心是什么？试着用1、2句话把这本书的核心主题和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讲出来。不是把书名念一遍，而是说明白它的特殊切入点。比如同样讲沟通，
非暴力沟通，从觉察情绪和表达真实需求切入来化解敌意，而关键对话针对的是高风险、高情绪冲突的场合，讲怎么达成一致。两本书的切入点完全不同，如果你不能说清楚这个区别，说明你还没抓到他们的灵魂和主线，还没有真正读懂他们。第二个问题，作者具体说了什么？他是怎么一步步推导出来的？这里要抠两个核心点，厘清关键概念，追踪逻辑链条。先说概念，伏尔泰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精准，如果你要跟我对话，请先定义好你的词汇。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书难懂，往往不是内容真的很深奥，而是作者用的词跟我们平时理解的不是一回事儿。比如牛顿讲的重力跟爱因斯坦说的引力，底层的物理机制完全不同。洛克说的财产跟卢梭口中的财产意思也差了108000里。看书的时候必须留意作者在特定语境里到底怎么定义关键词。再说逻辑链条，作者用了怎样的论证结构，用了哪些例子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的逻辑是怎样一步步推进的。还是以非暴力沟通为例，它的核心框架就是观察、感受、需要、请求的4步沟通法，用了大量真实对话去展示这4步如何在实际情境中运用，还分析了为什么传统的沟通方式会引发冲突和批评，让人产生防御心理。这些都需要一步步拆解出来。当你能够把主干从大段的案例和故事里抽出来，才算看懂了它的推导过程。把细节梳理清楚时，你才真正理解了作者的思路，而不只是记住了几个名词。第三个问题，这本书讲的对吗？是全部有道理，还是一部分有道理？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要求你用自己的独立判断做理性批判，审视作者的论证是否经得起检验。而大多数人最容易跳过这一步，因为很多人读书都有一个误区，觉得这本书能出版，作者又是专家，那他讲的内容肯定都是对的。但作者也是人，也会有认知局限，有时代局限，有利益立场。你可以审视这几个维度，作者的论证有没有以偏概全，前提假设是否成立，有没有忽略重要的反例，结论的适用边界在哪里。成功学里最常见的漏洞就是把复杂的成功因素简化成足够自律和拼命，系统性的忽略了运气、时代红利和结构性机遇。如果全盘照收，除了给自己制造焦虑，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帮助。批判性审视不是挑刺，而是不盲从，用理性判断论证的边界在哪里，在边界之内充分吸收，在边界之外保持审慎。只有当你用批判的视角去审视这本书时，才算是真正读懂了。第四个问题，这本书跟我有什么实际关系？这个问题最容易被忽略。如果读完一本书没有对你的任何行动或思考方式产生影响，那它只是一个你碰巧翻过的文本，看完很快就会变成过眼云烟。知识只有跟你的生活产生交集，在被应用、被迁移的时候，才真正属于你。读完一个章节，不妨问自己，这个原理能不能解释我工作或者生活中的某个麻烦？作者给的方法，我明天能不能拿去试一下？书里的思想只有跟你的行动碰在一起，才算是被你消化了。在做分析阅读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撞上2个卡点。第一个卡点，读到某一段突然看不懂怎么办？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是停下来死磕，或者马上去查资料，折腾了半天，挫败感越来越重，节奏全乱了，最后干脆合上书不看了。这里有一个反直觉但非常管用的做法。第一遍通读的时候，遇到卡壳的地方不要停，顺着往下读。认知心理学家金奇提出过一个构建整合模型，大脑理解复杂内容是整体和局部互相补充的过程。你在第2章看不懂的概念，很可能到了第4章、第5章，作者结合了具体情境之后就不攻自破了。我们要抱着容忍局部模糊的心态，先把第1遍读完，让已经理解的大部分内容反过来给前面卡住的地方提供线索。很多当初看不懂的段落，通读完全书之后再回头看，发现其实并不难。即便依然有不懂的，这时你已经掌握了全貌，
再带着针对性回去解决这几个具体卡点，比原地死耗要省力得多。第二个卡点，怎么确认自己是真的读懂了，而不是自我感觉良好？验证的方法很简单，合上书，把刚才那段核心内容用自己的话讲出来。心理学家斯拉梅卡通过一组经典实验提出了生成效应，自己主动组织和表达出来的知识，在记忆牢固度和理解深度上比重读的效果高出1倍。真正的理解是你不用作者的那些专业词汇，也能用大白话把同样的道理讲明白，还能随手举出身边的例子，并带上自己的看法。读完一本书，怎么建立一套省力的输出流程？怎么用费曼技巧和提取练习让知识真正沉淀下来？我们在简单3步吃透一本书那期做过完整的拆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看那一期，把2期的逻辑接起来，阅读体系就更完整了。把检视阅读和分析阅读搞扎实之后，最后我们还需要更高阶的主题阅读。在这一阶段，你不再是为了读完某一本书去翻书，而是为了建立属于自己的认知框架，同时去翻好几本书。比如某段时间，你急需弄懂精力管理、时间分配或者底层逻辑。如果只挑一本畅销书读，不管作者写得多精彩，你看到的也只是他一个人的见解和偏好。这时候就要围绕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找这个领域最扎实的3到5本书，对比着读。在主题阅读里，你是研究的主人，书只是你的参考材料，不用每一本都从头啃到尾，只需要带着你的问题去翻对应的章节，看看不同作者在哪些基本原理上有共识，在哪些关键观点上存在分歧。争论最激烈的地方，往往就是这个领域最深层的本质所在。把多个视角合到一起，形成你自己的综合判断，你就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有独立整合信息、得出结论的思考者。读书从来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知识仓库，而是通过读书成为一个更有深度、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人。书籍只是工具，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读书获得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不被别人观点轻易左右的独立性，以及将零散信息整合成系统智慧的能力。当你拥有了这些能力，就再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一本书，因为你已经成为了一本不断更新、永不过时、会行走的书。这才是阅读最终应该到达的地方。你平时看书最大的卡点是什么？是拿起来看不下去，还是看完很快就忘了？欢迎在评论区聊聊。